我女儿”，一句话比任何仪式都更有力量的认同。在这个现实比电视剧更动人的时代，有些情感无需张扬，却能击中人心。这不是童话，也不是剧本，而是一个真实发生在平凡家庭中的故事。当一句“你是我女儿”被温柔地说出口，那一刻，所有的戒备、紧张、不安全线崩塌，因为被接纳永远是最深的安慰。等待的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，于龙的心情写满故事。早晨6点，于龙便醒了。他轻轻起身，生怕吵醒身边仍熟睡的杨咩咩。刷牙时，他无数次在心里预演接下来的场景。母亲会不会面露严肃？杨咩咩会不会不自在？他知道今天不是普通的一天，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他要带她回家。路上，他时不时侧头看咩咩，那张平日里自信阳光的脸，此刻竟显得有些紧张。他悄悄握住她的手，只一句“别怕，我在”。但其实他比谁都紧张。他不是胆小，他只是太在乎杨咩咩的内心战场。杨咩咩一直是朋友口中的女中豪杰，大方开朗，敢说敢笑。可今天，她站在镜子前，足足练习了20次微笑。从眼影颜色到穿哪条裙子，她犹豫了1个小时。她不是怕，而是想要留下好印象。因为她在乎，因为她希望被这个家庭接纳。她心里甚至模拟了几种婆婆可能的表情和开场白，还默念了几句“你好，阿姨，我叫杨咩咩”，像个准备高考口试的学生。那一扇门打开，吹来一阵春风。当老家的木门轻响，门后站着的不是想象中严厉的妇人，而是一张温暖慈爱的面孔。她穿得简单，却干净整洁，笑意盈盈。“你就是咩咩吧？”她的第一句话不是打量，不是审视，更不是来了，而是直接叫出了她的名字，语气中带着熟悉与喜悦。那一瞬，咩咩竟有些恍惚，是梦吗？她的眼眶莫名泛红，她没想到第一眼见面竟是如此温柔。一句名字融化了防备的心。“你是咩咩吧？”这句话仿佛有魔法，击中了杨咩咩所有的情绪防线。原本准备好面对考验的她，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低下头，泪水悄然滑落。那不是懦弱的泪，而是被理解、被欢迎、被珍视的泪。她从未想过有人会用这样轻柔的方式接纳她进入一个新的家庭。饭菜里的心意比千言万语更有分量。午餐时间，餐桌上一道道熟悉的菜肴摆上桌，糖醋排骨、红烧茄子，还有那道她曾随口一提却一直念念不忘的清蒸鲈鱼。她惊讶地看着于龙，她笑着点头。“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妈妈做的鲈鱼最好吃。”她说。原来她不仅记得，她说过的话也转达给了母亲。这顿饭不仅是味蕾的满足，更是情感上的满分。真正的理解是在生活细节里给予的温柔。饭后，婆婆轻轻握住她的手，语气像多年老友般亲切：“咩咩啊，我儿子笨嘴笨舌，你以后要多担待。如果他做错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说他。”这不是打官腔，而是实打实的站队，是一个母亲把他当成自己人的承诺。咩咩听完，轻轻点头，心里突然无比踏实。那一句“你是我女儿”成了这世上最温暖的誓言。临别前，婆婆主动走上前，给了咩咩一个长长的拥抱。她低声说道：“以后别说什么未来婆婆，你就是我女儿。”咩咩顿时泪如雨下。这句话不是客套，而是用整颗心说出的承诺。她终于明白，真正的接纳不需要仪式，只需要一句“你是我女儿”。沉默的于龙用眼神守护着一切。从头到尾，于龙没有多说一句话，但他每一个眼神都充满关切。他看到咩咩掉泪时轻轻皱眉，看到母亲牵他手时悄悄松了口气。他明白，语言有时多余，行动才是真心的证明。那一刻，他暗下决心，这一生他会用尽全力守护这份被母亲接纳的爱情。无数网友为之动容，这是我梦想中的家庭。这个故事之所以能打动千千万万的网友，不仅因为情节温馨动人，更因为它唤醒了人们内心对理想家庭的渴望。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都曾在见家长的过程中经历过尴尬、不安，甚至是被拒绝的伤痛。
而这位母亲用一句“你是我女儿”，不仅给了杨咩咩一个名分，更给了所有观众一份幻想的慰藉。原来世界上真的存在无条件接纳的长辈。评论区的一句我也想被这样对待，我愿意成为这样的婆婆，反映出社会正在向更温柔、更理解的亲情模式靠近。哪怕只是隔着屏幕看这个故事，也足以让人感到温暖与希望。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渴望那一句“你是我家人”。爱的归属从不靠称呼，而是靠心意。真正的归属感从来都不是靠法律文书或名义上的身份构建的，而是来自于心与心之间的接纳与连接。你是我女儿，这句简单的话蕴含的是长辈放下身份界限，主动拥抱晚辈的情感姿态。这种主动给出爱与信任的行为，是一种深刻的情感智慧。它让杨咩咩不再是被观察、被考量的外人，而是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份子。从被欢迎那一刻起，他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情感归属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家庭的构建不只是血缘和婚姻，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认同。当长辈愿意说出你是我的家人，就是给晚辈最大的安全感和尊重。那份安心足以成为一生的温暖来源。平凡日子里的一次告白，胜过千次盛宴。很多人以为纪念意义必须要隆重仪式、精心布置才足够难忘。可这顿饭，这一面之缘，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一生最珍贵的回忆。没有华服，没有灯光，没有摄像机，却因为真实、温柔而被深刻铭记。杨咩咩或许不会记得每道菜的味道，但她一定记得那句“你是我女儿”说出口时，内心那种被接住的感觉。于龙也会记得母亲那天的眼神，那是一种放心把她交给我的承诺。其实，很多幸福的瞬间并不耀眼，却能在漫长的人生中反复被想起，反复给予力量。这份回忆如同一盏灯，在黑暗时刻照亮心灵，提醒我们曾经有一个温柔的瞬间，证明你值得被爱。这不是神话，而是你我都可能拥有的温柔生活。在这个充满压力与快节奏的时代，人们越来越渴望情感上的慰藉与真实的连接。而这个故事之所以触动人心，正是因为它让我们相信，温柔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，而是生活中触手可及的选择。一位母亲的眼神，一次饭后的叮嘱，一个轻柔的拥抱，都在悄悄地传递着接纳与爱。它没有华丽的外壳，却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这也启发我们反思自身，我们有没有试着放下成见，去主动理解一个即将加入家庭的新成员？我们愿不愿意也成为那位温柔的长辈，去对另一个人说出你就是我家人？真正的幸福家庭，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奇迹，而是每一位成员共同用心经营出来的温柔日常。愿你也被这样温柔的接纳。人生中最幸运的事，莫过于在爱情之外，还能遇见一个同样温暖的家庭。杨咩咩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幸福是有人为你端出最爱的菜，也是有人在门口微笑着说你是我女儿。愿我们所有人在走向未来的路上都能遇见这样的温柔与爱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这个故事也触动了你的心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感受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你是否也曾经历过令人泪目的家庭时刻？你希望自己未来的婆媳关系是什么样的呢？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。你的一次关注，就是我们继续讲述更多真实、温暖故事的最大动力。如果你也相信爱，请为这个故事留下一个